这一单元我们来看一下清单它的 CSS 样式主要清单 CSS 样式大概有两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它的 type， 也就是它每一项，因为清单是列项嘛，列项，所以这边关系的是每一项它那个前面的那个符号比如像最常见的是黑点，还有呢1 2 3 4这个符号。第二种呢是它的每个前面呢，每一项的前面是用图片代表它就不用符号了它反而用图片代表。一开始呢，这里的符号如果是用无序清单，也就是它没有顺序可言的就是说一尾楼这个东西。好，一尾楼呢，你会发现它一般来讲最常见的是所谓的黑点嘛，黑点。这里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叫 square， 就是所谓的正方形。它其实设定就这样设定所以这个出来每一项会变正方形。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它实际的状况像这样子这边看到就是正方形如果放大一点你们更清楚这是正方形OK 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我们也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就是圆圈，空心的空心的圆圈这样更清楚所以它大概有几种可以换它预设就是正方形，你如果没设定的话，它就是黑点黑点对像这个 DISC 这是黑点对，这平常最常见的这种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无序的无序的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三个这是空心的圆圈，这是黑点，这是正方形 OK 大概是无序是这几种有顺序的呢，我们看一下有顺序的是 OL 里面它就有很多变化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出来是什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好，它的项目一出来以后呢，这个符号很奇怪这个符号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你把它这个冒号它还有很多可以选比如说我现在在小写这个阿尔法就变 ABC 对不对？还有呢比如来换一下比如小写的意大利这个在这边这样还是一样看一下好Greek 这边这个阿尔法贝塔伽马 OK 所以它有很多的变化型这个呢看一下这边这个1 2 3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不是说这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当然它有很多这些各样东西比如还有大写的大写这边这样这大写诸如此类，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有非常多各样的一个我们来往下来看一下，这里就帮你列出来帮各位整理出来它每一种要这种符号，比如说有0102的也可以这种符号呢还是这种，这些就必须用这样设定当然如果你什么都不要的话，就可以用 NONE。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假设我这边把它设成 NONE 出来会变什么？它就什么都没有，它前面这个没有没有一个项目符号这个通常来讲经常被用在所谓的选单的部分比如选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这一排这个有可能是变用这种东西让它变水平排列就变这样所以一般来讲这种选单的部分呢，其实常常会利用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利用 NONE 这个效果 OK 好这一页整理出来的东西主要其实是让大家看一下，主要是参考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主要是这个地方W3 School 其实帮你们整理出来很好的一个效果像这里他就跟你解释预设就是 DISC 对不对当然可以有其他的各样，所以他这里都有举例它出来是什么样子他都跟你讲你可以用 demo 去看比如随便举一个这个 demo 去看，
大家看到是这样的效果啊。OK 啊，你可以换，如果你这设计可以直接这边点，它这边马上就换啊，我马上就换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换啊，所以它设计也蛮好的啊。另外当然除了这以外，它下面就帮你整理出来，这个范例就完整在这边，把你列的很清楚，还有甚至有一点日文字的这一些都是可以。如果说请各位想要再参考更完整，就可以来这边参考。最后一个页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不想要用黑点啊、什么圆圈啊，也不想要 ABC 啊那一类怎么办？我想要图片，比如说我用一个公司的 logo 或者个人大头贴来当做项目符号，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这里主要谈的就是以图片作为清单的项目符号。这里的写法就是用list style 的 image URL 图片的名称、图片档名PNG。图片当然要小小的注意看一下。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像这里用到这个 list icon 这个，就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如果你这个图片要集中控管，比如说放在一个 images， 你这边就再加一个 images， 这边就可能要再加一个 images， 就看你有没有集中控管这一些图示这个例子没有，就直接放同一个资料夹，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就可以。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它是用这个符号，有没有？就是这个这个图片呢刚好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 OK。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其实要很小请注意一下，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看一下它多小呢？来，可以放在这边。它是一个26乘以26，26乘以26，你看出来的时候就有一点大了，有没有？所以说不定你要放到18乘以18，甚至12乘以12都有可能。所以有时候你要做这个图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解析度要很小所以像这里看到的是26乘以26而已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让各位看到，我也可以用图片来做项目的符号，所以这边整个清单的写实样式就介绍到这边。